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2377的 KVK。没有想到他们的黄庭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已经结束了。那这个画面是我刚好在12个小时之后截图到的画面。各位也可以看到，在12个小时之后，基本上2377拥有的领土已经很少了。那尤其这个位置是在关卡前面，关卡前面是没有多少位置可以让他们签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可以确认2377是已经输掉了这一次的 KVK。不过我觉得2377的玩家可能都已经有预料到这一点了啦。虽然可能有一些玩家会比较有自信啦，但是我觉得多数玩家应该都知道这一场 KVK 可能打不赢了。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他们会报名 KVK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 recovery KVK， 因为之后他们打算要报仇960打败960的，只是没有想到会突然变成 1v3 的 KVK。不过说起来也挺讽刺的，因为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放过他们的王国邮件，王国邮件里面是有说到庆幸他们遇到的敌人并不是960，而是这3个阵营的玩家。但是根据他们现在的情况，我感觉他们当初如果是遇到960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至少960的玩家并没有这么多。或许2377也有可能打败960也说不定啊。不过这个只是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啦，谁知道呢？在早期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不过其实还是有蛮多玩家蛮看好2377的，就比方说根据我当天直播黄庭的投票率来看，其实有45%的玩家认为2377会赢下这一次的 KVK。然后投票的玩家大概有300位左右，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有蛮多玩家对2377抱有期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后的结果啦。在我之前制作影片的时候，也有几位玩家觉得这一场 KVK 其实对于2377来说是一场 easy KVK。而且在早期关卡4跟关卡7的时候，其实2377表现得还不错啦，但是关卡4不是重点。毕竟2377他们是手头上拥有2个区域5的，但是就算你拿下多个区域5，其实对于黄庭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至于关卡7呢，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消耗战。虽然我们是可以看到在关卡7野战的时候，2377的部队是直接碾压对方的，但是到了黄庭之后，毕竟对方还是有人海战术啦，所以可以直接淹没2377。并且也不排除3阵营的玩家，其实他们在关卡4跟关卡7是选择特意不打架的，想要养兵蓄锐，等到黄庭的时候再全军出击去打败2377。接下来我们要说为什么2377会输掉这一次的 KVK。 其实他们的问题也很明显了，我相信就算不用我说，大多数玩家应该也看到问题所在。第一个问题就是2377他们太早报名了，他们这一次报名 KVK 呢，是在第一次跳出报名的时候就已经去报名了，他们不够时间去储存更多的加速跟资源，所以就算他们这一场 KVK 是没有打得这么激烈啦，毕竟这个不列颠之王呢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让你去采集去种田的，但他们的资源加速依旧还是不够的。就算我们不要说资源加速啦，玩家也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休息啊，可能他们精神上也不够休息。再来就是关卡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黄庭的时候他们只有2个门口，然而对方他们有6个门口。门口少有什么影响呢？就变成说你拿到门口之后，你能够翻墙出去的位置其实很关键，就变成说他们只有一个三角形的位置而已，就是说你往旁边推的话是没有办法推得过的，中间推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毕竟中间就是圣城嘛。并且重点是，当你没有更多的关卡，没有更多的位置可以翻墙出去建更多的旗帜的话，就意味着你没有更多的 TP 位置让你的玩家出来打架。但是我觉得就算2377他们跟对方有同等的关卡数量，就比方说对方有4个，2377也有4个也好，也是会输 KVK。 为什么？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数的问题。我认为2377他们处理1个阵营或者是2个阵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黄庭有3个阵营，人数真的太多了，无法分工做更多的事情。还有就是士气问题，当对方人数越多，他碾压你的部队，他打出来报告是比你更好的话，那你的玩家自然而然就会不想要打了，因为他知道当他一出去的时候报告都是亏的。因为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之前960跟93的那一场 KVK，93的人数碾压是真的很恐怖的，他的人一到了你的家附近，你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出去。
就算你的玩家有再好的装备军器也好，只要对方拥有100个人，你只有50个人，你都是会被对方碾压。这个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比方说你的第一波部队跟对方的第一波部队，你可以轻松的打败对方的第一波部队，第二波部队也可以打败，但是对方人数够多的情况下，还有第3、第4、第5波部队，然而你是没有那个时间去替换你的部队，因为你的人数太少了。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分工问题，假设说2377的玩家只有大概170位左右，然后对方有1000位玩家，那你的170位玩家能够做什么事情？你要集结吗？驻防吗？野战吗？补兵？你能够做什么？这170位玩家，而且领土这么少的情况下，你能够安排到全部170位的玩家进入皇庭吗？而且那天直播的时候，我算过了，他们的连接点啊，就是有跟对方接触到的旗帜呢，至少有18个。你们想一下，只有2个王国，但是他们要去驻防的点，或者是要进攻的点，总共有18个。他们要怎么样去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有没有这么多的玩家去驻防、集结，甚至是补兵？就算王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玩家，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没有办法打下敌人的旗帜，又或者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旗帜，野战一直不断的被碾压的话，你会感到很沮丧。越来越沮丧的时候，你就甚至觉得说没有希望了，我想要结束这场 KVK 了。那我还有看到玩家说到，只要给2377更多时间的话，他们就可以打赢这一场 KVK。而他这边所谓的意思呢，就是要给他们在皇庭有更加充足的时间耗死对方的意思啦。但是我觉得很难。那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是有那个能力，但问题就是当你在皇庭没有领土的时候，你是很难反转回去的，尤其是他们的玩家比较少。那如果王国的人数比较多，或者是有其他的盟友可以帮忙的话，可能还可以扭转。就比方说之前2489的案例一样，就算2489已经拿下了皇庭，但是最后也就是10天之后还是被反转了，就是因为对方他们人数够多，他们有那个毅力去消耗2489。当你被推出皇庭之后，你要从城市走到关卡，再走到皇庭里面开始建旗帜，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假设说你的战线、你的部队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一直不断的派出来的话，是很难去守住自己要建在皇庭的旗帜，所以我觉得不太大可能。但是说到这件事情呢，又有不少玩家拿960来做比较了，就说到哎呀，他们跟93这么强大的先锋王国，他们都可以撑着6天才结束了皇庭的战斗。但我要跟你们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不要去美化960了。因为你们要知道，960之所以有那场 KVK 可以撑那么多天，是因为地图的机制有一条河保护了960，让960的玩家可以不会这么快的被推掉。然而你们看这一次2377的地图是完全没有河流可以帮他们挡着的，这个情况你们可以当成就比方说奥尔良之围中间是不是也是有一条河？那如果双方僵持之下呢，可能就卡在这条河中间，你推不进，我也推不出。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早期93并没有出尽全力去打960，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第一天他们跟960战斗的场景，还有比较起最后一天他们拿下了圣城之后进攻960的情况，他们是真的已经发疯似的去围殴所有旗帜乱打960的玩家。而且在那一场 KVK 你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就是93把960推出皇庭之后是完全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反攻成功了。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一场 KVK 并不是2377而是960的话，有可能会赢吗？那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喜欢把960和2377放在一起做比较啦，可能是因为他们太相似的关系，又或者是在上一场 KVK 已经可以看到双方的实力怎么样了吧，我不清楚啦。但是我已经看到有很多迷因图都是已经做出来了，960不在这一场 KVK 里面都可以做到迷因图啊，真的是有点神奇啊。那其实我看到不少玩家都说，如果960也是遇到 1v3 的情况也是打不过，但事实上960是有打过 1v3 的。当然我不是说上次的那个 1v3 了，而是之前的那一场亚劳还在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一场 KVK 我记得在皇庭也是打了1个星期的时间，情况类似像2377这样子，但是960它是有一个角落，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4的位置，那一场 KVK 打了1个星期之后，其实最终是获得胜利了，但那个时候是960的巅峰时期，
亚楼还在，管理层的玩家还在，指挥还在，而且当时候分工非常有序，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东西，而且当时候的玩家都非常听从指挥，没有说那种我叫你做什么东西，然后你又去做别的东西，没有这样子，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才可以获得胜利的。那一场 KVK 其实也是蛮精彩，但是并没有多少主播去提起那件事情，以至于导致成其实有不少玩家都不知道960有曾经打过1v3的 KVK 啦。但我这样子说也不是说960很清高啊，960很无敌啊，因为我说实话，如今960的情况来说，就算你让960 1v3 也好，也不可能会打赢的。我觉得960如果在这一场 KVK 的话，可能情况会跟2377差不多，又或者是更糟糕也说不定。这个也是时代慢慢在改变了，因为现在的玩家可能都已经完成好自己的装备跟军器了，又或者是不会说太差啦，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去稍微抵抗一下960的。但是如果换作是以前只有装备的时候，960装备大多数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是可以碾压敌方。但是现在不同了，大家都变了，大家都变强了。所以要以质量去抗衡数量呢，以现在来讲确实有一点难啊，除非你的敌人是真的很弱。而且这个只是我们考虑到人数的问题，如果960的情况跟2377一样，在第一次出现报名的时候就去报名啊，然后有关卡的问题啊，玩家人数的问题啊，还是一样会死的。所以不存在960会打赢这场 KVK， 又或者是可以打得比2377还要更好的说法。那我觉得唯一960能表现得比2377还要更好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坚持了。因为960可能会在皇庭那边坚持1个星期或者是好几天才选择离开皇庭，不会这么轻易的去撤退。2377有没有过于自信呢？肯定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会失败这一次的 KVK， 主要还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一些问题啦。那在这一场 KVK 之后，2377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解散？我觉得2377解散的可能性不会这么高啦，但是还是会有玩家移民离开，可能大概20位玩家左右。毕竟已经连续输了2次 KVK， 而且可能有一些玩家原本就想要弃坑，但是因为他账号还有一些加速资源就不想要弃坑，但经历了上一次高强度的 KVK， 再加上这一次皇庭被碾压的 KVK 之后，可能会直接选择离开吧。以上就是2377会输掉这一场 KVK 的原因、理由，还有960会不会表现得比2377还要更好的解释。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2377能够坚持下来啦，也是希望他们有机会再跟960碰面。那当然，如果今天的影片有一些冒犯啊、说错啊，又或者是你们想要补充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